重生。第一章，马里欧。不知从何时起，我觉得齐浩洋似乎变了一个人。渐渐的，他开始能接受一些过去连听都听不进去的观念。也许是因为这几周我在忙着另一件事，所以没有注意到究竟是什么原因让他的想法发生了转变。我在去往 S 国的飞机上突然想到了这茬，但我并没有打算要与他聊这件事情。他的头斜靠在舷窗上，盯着窗外的云层发着呆。此时距我们之前的聊天已有近2个钟头，我实在猜不出他究竟是若有所思，还是仅仅只是在放空。他突然转头望了我一眼，我瞪了瞪眼睛，表示在问他想什么呢，而他只是微笑着缓缓地摇了摇头，表示没什么。我很了解，一个人真正的没什么绝不会是这个样子，而这个人又是齐浩洋，那就表明这件事应该不是普通的事情。也正因为是他，所以我才决定先暂时不去理会，等到了赫曼家以后，有的是时间找他聊一聊。这次去 S 滑雪是他亲自做的决定，毕竟那是他人生的3大爱好之一。想到这里，我为了不轻易毁掉这次难得的假期，只好朝他摊了摊手，撇了撇嘴角，表示那么好吧。这次飞 S 体验上要比上一次舒服太多，但10来个小时的飞行绝不是件轻松事，所以齐浩洋特地升级了舱位。再者，这一次我也不像上次那样背负着惶恐和不安，因此在我躺下后不一会儿便睡了过去。一觉醒来，刚好空姐已经轻轻地走到了我的身边，提示我飞机即将到达苏黎世机场。我探出脑袋望了望靠窗坐的齐浩洋，只见他已经在收拾座位边上的杂物了。由于当地气候的原因，飞机花了近1个小时的时间才着陆，总算擦了一把手心的汗水。直到身处户外的时候，我才算明白飞机为何盘旋了那么长的时间。距上一次见到马里欧差不多1个月的时间，这次见到他站在寒风中，整个人显得憔悴了许多。他蓄起了与赫曼一样的络腮胡，就连发型也都有几分相似。不过赫曼是白色的，而他却是棕灰色的，只是此刻已被狂风撕扯得东倒西歪。虽然这个马里欧在之前的故事中只是一笔带过，其身为赫曼医生的助理，彼此常年生活在一起。上一次我来 S 的时候，就是他来接的我。但不得不说，这一次的故事也正是由他开始的。我为他和齐浩洋相互介绍了一番，便匆匆钻进了摆渡车。谁也不愿意在这样的寒风中再多待上1秒。但车子到达直升机停机坪的时候，我们却在车内被困了很久。只见马里欧气呼呼地朝着手机里指责着对方，但得到的回复依然是需要等待。我看了看满脸胡须的马里欧，又看了一眼齐浩洋，听得马里欧用带着方言的德语发着牢骚，而身边的齐浩洋却显得格外镇定。他点了点头，
表示等一等，不用着急。大约过了有1个多小时，马里欧接了一个电话，这才转过身，充满歉意的道：“各位，我们出发吧。”和齐浩洋猜测的一样，还是天气的原因。飞行员表示，我们即将换乘的直升机需要飞越一段阿尔卑斯山区才能到达目的地赫曼的家，但是气象台发出预警，可能在未来1小时内该地区会出现暴风雪。虽然概率不大，但作为经验丰富的飞行员来说，安全飞行才是关键。果然，当我们起飞20多分钟后进入山区时，能见度已经被前方的雪花降低了不少。一路上，齐浩洋的话很少，我不知道是不是他过于紧张的原因。就在这时，一阵猛烈的湍流导致直升机瞬间失控，我能感受到整个机身的剧烈晃动。好在飞行员及时补救，才挽回了一场失速坠崖的惨剧。随后，耳机的对讲系统里便传来了一段对话。齐浩洋比我懂德语，他翻译道：“他们说今天下午本来天气还不错，就在我们航班抵达前1个小时，气象台发出了暴风雪预警，飞行员不打算飞的，估计他们今天晚上要留宿山区了。明天何时能回苏黎世都是个问题。”的确，他是一个经验极其丰富的飞行员，夜间飞越山区，而且是这种极端天气，如果不熟悉当地的航线，很容易在飞越山脉时遇到下降气流而遇难。回忆当时拒绝马里欧的飞行，顿时觉得理所应当。不过好在1个多小时的飞行时间后，我们终于到达了赫曼的豪宅。临降落时，雪已经正式开始下了。退到一旁的工作人员手拿铁锹，已为直升机清理出了一块停机坪。和上次一样，我们跟着马里欧从后山坡来到了大门前。管家依然热情地与我们打着招呼。这一次，我主动用法语对他说了一句晚上好，他微笑地接过了我们手中的行李。但不同的是，这间豪华的房子里却少了一个人的存在。收拾好后，管家早已为我们准备好了晚餐。餐桌上，我问马里欧：“怎么？还是联系不上赫曼？”显然魂不守舍的马里欧头也不抬地摇着脑袋道：“没有，已经整整2天了。”我们登机前给赫曼打过电话，始终无法应答，只好联系了马里欧。他却说，数天前赫曼教授突然嘱咐他有要事需要出国几天，至于去哪里做什么没有交代，只是让他负责接待我们玩雪，直到等他回来。不过听他这么一说，我突然想到一件事儿，便转过身子对齐浩洋问道：“对了，上周你打电话说实验室那边到底什么情况？珠子愈合了是什么意思？”正在进食的齐浩洋突然一怔，同时我也注意到马里欧的神情有些异样。杨叔委托的实验室说，那半块玉石近半个月来出现了明显的增生现象。齐浩洋道：“增生？石头又不是生物体，这是什么意思？那他们没说什么原因吗？”我问道。其实他们一开始就发现这个石头会缓慢的生长，只是最近生长的速度快到几乎肉眼可见。齐浩洋道：“那你当时有没有联系赫曼，问问他的看法？”我问道。
因为我知道赫曼也有半块同样的玉石，而且他的了解远比我们更早、更深刻。没有，齐浩阳略微想了片刻，才摇头答道：不知道赫曼离开的时候有没有观察到那块玉石的变化。我认为只要他注意到的话，一定会研究一番。毕竟这是他父亲和兄弟留给他的藏品，传说这颗神秘的玉石还与他的家族有着千丝万缕的关联。也许这要等到他忙完回来才能一起讨论了。晚餐过后，马里欧称去一趟实验室，管家引路来到我之前住过的地方。然而这一次，齐浩阳却要求体验一回最东边的这间客房。这是窗户最多的一间，外面的雪山美景一览无余，同时这也是最靠近走廊的一间。我只好住进了隔壁的一间，只有一扇落地窗。估计是旅途疲惫，再加上2次遇险，困意很快便席卷而来。就在我准备关灯入睡之时，我似乎听到了窗外有窸窸窣窣的声响，很像雪块从树上滑落的声音，但在我听来，更像是有人路过，衣服蹭到雪的声音。